欢迎收看《洪流洞见》，我是洪淑芬，在世界洪流中一起来洞见未来。在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苏云学校总校长张亚中老师。老师好。Hello， 淑芬，好久没见了，大家好。对，其实呢，从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之后，这场仗已经打了1个多月了，但是到现在似乎没有结束的一个迹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看到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国际的局势，以及呢各方的得失，包含了中、俄、美、欧还有乌各方的影响为何。好，首先呢，我要请老师来谈一谈，为什么老师觉得说这场的战争是检视西方价值的一场战争呢？我觉得这场战争现在表面上讲起来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作战，其实现在看起来好像这场战争其实真正的是俄美之间的一场战争，乌克兰只是一个代言人而已哈。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出来，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要停止这个战争的这种想法，甚而也从来没有希望扮演这斡旋或者调停的这么一个角色。对，因为我们看，其实在，包含俄罗斯跟乌克兰，各方他们两方其实有释出了一些想要和谈的一个讯息，但是看起来为什么都没有结果？是不是这个背后有一个老大哥，其实他并不想要结束这场战争？对，其实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对我们今天洪流洞见来讲，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谈话性的节目嘛，我们希望能够谈得比较更深刻一点。所以其实我从这个战争中，其实让我回想起来，其实在西方呢这几百年来，的确给人类造成很大的一个浩劫。当然西方有些学者像亨廷顿，他谈出所谓的文明跟冲突的问题。可是我们知道，不是文明跟文明间的冲突，其实在自己的文明之间也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包括像第一世界大战、第二世界大战都是一个战争的，都是基督教文明兄弟自己发生的一个战争哈。那我这段时间也在反省这个反思这个事情。可是我觉得在西方来讲，它其实在我者跟他者之间，就是我者跟他者。佛教来讲，其实就是一个我执啊，一种分别心这一方面。其实西方在这一方面，其实它是非常强调的，也就是它的文化里面呢，其实这种分别心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相对于我们中国来讲，其实从东周以后啊，其实我们对于说我和他的观念，我们不再会用种族，而我们用的是文化。对，他如果跟我们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一些生活方式，我们就把他者变成是一个我者，都是我们一群人。可是西方，你注意看，从希腊文明开始，其实希腊里面就有所谓的，包括雅典人，包括所谓的主人跟奴隶的概念就出来了。一种人跟奴隶之间的，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当然，那个时候的人类的文明还没有走到像现在来讲，可是到了罗马文明的时候，你注意看有个叫异端的概念，所谓叫异教的概念，所谓的异教徒的概念，你看看当时怎么杀异教徒。对异教徒，其实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剥夺他作为一个人的这么一个价值，就像奴隶对一个人来讲，人不会承认一个奴隶作为一个人的价值。这在西方来讲，在他们的文化里面，这一种我者跟他者的差别，其实非常非常的明确的。那你注意看，像资本主义的国家，当他们在随着工业革命或往外侵略的时候，你注意看，包括他在中南美，他面对了一些用表面上来讲跟他不同信仰的人，他的一种非我族类的心态是非常清楚的。那你怎么去掠夺别人的财产呢？其实掠夺别人财产的第一个前提，就把其他人的人格化给他去掉，也就是一个非人化的过程。你假如对我来讲，你根本不是我者，根本就不是一个作为一个人的一个标准来讲，那你就没有所谓拥有财产权的概念了。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是在某种程度的时候，对这个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来讲，这个我者跟他者，它反而变成一个如何巩固他个人的利益一个说辞而已。老师，在政治学来说，有这样一个我者跟他者的这样一个说法。对美国来说，当然我者就是他自己。对，所以他怎么去看待俄罗斯这个他者？好，是俄罗斯这个东西，其实你看什么叫做欧洲，什么叫做西方？欧洲最早的话，我们说在英国、法国，后来德国也算是一个野蛮人。后来完了以后呢，随着罗马时期被罗马，我们知道罗马是把这个现在普鲁士也看成是一个野蛮人，然后慢慢一直扩充，包括易北河。现在某种程度上，随着北约的几次东扩，其实欧洲人一直在讨论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欧洲？
欧洲的疆界到底在哪里？这就出现一个问题，说俄罗斯到底是不是属于一个欧洲人？对于俄罗斯来讲，他们本身来讲，他们像他们的双头鹰，他既看到西方，更看到东方。苏联的很多的整个领导者，俄罗斯帝国领导者都希望把他们的头呢看向西方，也就是包括普丁上来以后，也希望能够融入西方这个大家庭，甚至他希望能够加入北约。可是你不要讲说，可是对于欧洲人来讲，到底欧洲的疆界在什么？我们常常讲像土耳其的例子，土耳其一直想进入整个欧盟，已经大概是10-20年了。可是欧盟就是不希望土耳其来进来。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土耳其的政治信仰跟他的宗教信仰，它基本上并不符合欧洲这个基督教文明的一个大家庭。所以你现在看得出来，欧盟它的北约的一直在东扩，北约的东扩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符合这个美国的欧洲的国家安全。欧洲的安全，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北约的成立是1949年，可是相对于北约来讲，另外一个华沙公约，就是当时是一个共产主义一个军事组织，它成立是1954年，也是在6年以后。华沙基本上是为了对付北约而成立的，可是，在1991年，整个苏联整个大帝国瓦解了以后呢，其实我们知道，当时的整个俄罗斯是非常脆弱的，它本身来讲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再扩张到这个西方的地区，反而他自己很希望能够融入到整个欧洲这个大家庭。可是现在来看，对不起，原来的北约国家逻辑来讲，冷战已经结束了嘛，北约是不是就应该解散了嘛？对，因为你是个安全组织嘛，现在没有了安全威胁，那你还留在那边干什么？所以这就牵涉了2个大的问题了。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精神上的问题，就是你刚刚讲价值观的问题，他到底怎么看俄罗斯人？他在整个西方的价值观里面，他有没有把俄罗斯人当成是一个我者，还是把他是一个他者？虽然他是所谓的高加索人，某种程度也有，但是在西方人看，他就是骨子里面还是鞑靼人，还是一个西方具有威胁性的种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冷战，即使回到冷战结束冷战刚开始的时候，包括 George Kennan， 他在把这个苏联，他们为什么说西方要围堵整个苏联？因为他认为说，苏联整个骨子里面一个俄罗斯人，他就主张扩张的，再加上他当然后来的共产主义是属于一个扩张主义，所以他们围堵。但是冷战已经结束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置他于死地，逼他呢？就是回到第2个层次来讲，他认为他们在整个的文化、整个的政治认同方面，包括整个的一个价值观念，包括整个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来讲，他是不是一个我者？所以你可以看，在冷战结束以前，北约就开始东扩，冷战结束以后，北约又继续5次的东扩。那这5次的东扩，严格来讲，他都是把俄罗斯当成他的敌人，因为我必须要围堵你，越靠近你越好，越靠近你越好。所以他基本上不是一个站在欧洲的安全的角度，而是站在我就是把你俄罗斯当成是一个我天生的一个他者，或者天生一个敌人来对待。那这一次的俄乌战争呢，我觉得在某种情况下是最后大家要摊牌了。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是一种我刚刚讲的是一种观念方面，包括一些观念的集团，就是西方人怎么看这个俄罗斯人，特别是美国人这一群内部的这一群人，他怎么看俄罗斯人？这是一个关键的集团，观念的集团。那还有一种集团呢，就是更重要的，我们从物质角度来解释，这种就是一种军工集团，就是军工集团，就是靠卖武器。各位你要知道，对冷战其实已经结束了，欧洲的大多数的老欧洲的国家，基本上呢，他们认为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欧盟的角度之下，我们欧洲继续的繁荣下去。可是对于一些的新欧洲这些国家，就像波兰、像捷克啊，像这些国家，后来包括了波罗的海3小国、立陶宛、拉脱维亚还爱沙尼亚这些国家来讲，我们叫它叫新欧洲。这些国家它一方面呢有潜在的一种被威胁感，因为长时间被俄罗斯所统治嘛。可是另外一方面呢，那美国的军工企业就是会进来，因为对每一次的北约的东扩，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讲，那么你原来部署华沙的一些武器，或者你为了增加自己的国防，那你是不是要提升你的整个一个军事的预算？那这个军事预算提升以后，你要买谁的武器？那美国的武器当然在里面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简单来讲，美国呢透过整个北约的东扩，让整个
新欧洲的国家，它更多的需要美国。所以说，你注意看，美国现在北约里面，它对于新欧洲的这些国家的发言权，远超过对旧欧洲、老欧洲，像德国、法国的一些发言权。那换言之，在这个过程中，北约越东扩，那么美国在整个北约的力量就可以透过这些新加入北约的这个国家，它的影响力更高。那原来在北约里面，原来在欧盟、美国还有一个逻辑来讲。他为什么这么需要北约？因为美国需要介入欧洲的事务，但是欧洲现在已经形成一个欧盟的一个大家庭了。那你美国进不去啊，因为你不是欧盟国家的一员呢。那美国以前的用法就说，我可不可以透过英国的关系来影响到我在欧洲的事务？可是当这个英国又退出了这个欧盟以后，所以换言之，美国现在在整个欧洲的最大的影响力就是北约，所以美国一定要不断的强化北约。那不断的强化北约，就给这些新欧洲的国家，或者像乌克兰这些国家，他们不断的有一些想象的一些空间。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呢，北约越东扩，对于它的军工企业是越有帮助的。当然，另外来讲，对于美元的整个全球的霸权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整个北约的东扩，包括这一场战争，其实不是俄乌的战争，而是俄美之间的冲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整个对于美国或者西方很多人来讲，俄罗斯就是一个他者。其实它不是一个可以融入他体内的一个民族。在另外一方面的时候呢，他呢又在这一个北约的东扩之间，他可以把他国家的力量不断的往外的扩张。那我讲我者跟他者这个概念，当然所谓的他者之间还分好几级啊。比如说对欧洲来讲，你叙利亚、伊拉克当然就是他者嘛。可是对乌克兰来讲，虽然他跟欧洲之间，它本身有一些俄罗斯的一些文化血统在里面，可是他这个他者的分量是比较少的。所以你看这一次很多的乌克兰人，他今天逃到了波兰。他某种程度的被接纳的程度，就远远超过叙利亚的难民到了欧洲被接纳的程度嘛。所以这种我者跟他者之间，它是有不断的程度的。那目前来讲，俄罗斯是摆在他者的最边边。那如果跟中国人比的话，那我们又是更边边了。所以你注意看，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关键，基本上在这一次制裁的时候，我们知道两军交战，制裁总是有一个局限的。对，这个局限就是说，你对他的政府官员，你对他的国家的财产，你可以制裁。但是现在对俄罗斯的制裁有一点无限的刷底线了，也就是一种极端的制裁，包括什么？包括你俄罗斯的老百姓，你个人的私人财产，你的游艇都可以帮你制裁。好，那不要说俄罗斯的猫、俄罗斯的狗、俄罗斯的树木都可以制裁。那为什么可以对一个私人财产制裁？其实站在整个欧洲的文化来讲，它就是先去剥夺你做人的这么一个资格。所以像整个西方，它在侵略整个中南美的时候，他要夺你的财产的时候，基本上先不帮你认定是一个作为人应该有的一个标准，所以说你的财产当然就是应该是他的，而不是你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其实就是我从一个比较文化深层角度来讲，他今天可以去制裁俄罗斯的一般老百姓。换句话说，他其实的剥夺了俄罗斯人民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财产权。那为什么可以剥夺财产权？就是他简单来讲，他已经把这个俄罗斯人又回到了他以前远古的时期，我们讲叫用野蛮人的这个概念 ，barbaria 那种野蛮人的概念。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你注意看美国今天跟俄罗斯的这一场对抗，其实某种程度上的，除了所谓的国家利益以外，他对于俄罗斯就是一个他者。那这个他者来讲的话呢，这一场的战争，它的目的的对美国来讲，延续的越久越好，因为越久越好，可以让俄罗斯的整个经济出现一些崩盘，甚而让俄罗斯从此以后，它没有办法再成为一个所谓符合联合国常任理事会大国的这么一个地位，把俄罗斯在某种程度经过这场战役，基本上能够完全摧毁。我觉得这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目标。好，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乌克兰也算是一个他者；对美国来说，乌克兰也算是一个某个层次上的一个他者。但是这一场的俄乌战争之后，对乌克兰有什么样的影响？尤其呢，乌克兰他们自己身份上的认同，到底是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他们整个心境上的转变，是不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我觉得其实这个社会本来就有不同的一些人种跟自己的文化跟自己的语言嘛。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来讲，其实应该强调多元，强调多元，因为多元像一个马赛克来讲，它本身也可以非常的绚丽，非常的漂亮哈。那因为整个历史所遗留的因素，我曾经跟淑芬提过，像我在拉脱维亚工作过，拉脱维亚工作的时候，其实它大概70%都是拉脱维亚人，但是30%是俄罗斯人。可是，在它的首都 Riga 里面呢，可能有60%是俄罗斯人，40%是拉脱维亚人。可是这些小国家，当它一独立以后呢，它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这些影响之下，然后他又抓到了俄罗斯这个衰败的机会。当时他们就采取了一些比较激烈的做法，就是像现在俄罗斯的做法，把俄罗斯文呢就从一个官方语言整个就排斥下去了。也逼迫你这个拉脱维亚原来的2级的，你必须做一些政策的选择，马上宣誓效忠，你是一个拉脱维亚人。同样的情况下也出现在乌克兰嘛，所以乌克兰这段时间，我们知道乌克兰原来呢，因为它比较靠近俄罗斯，所以说呢，他对俄罗斯人，当然在乌克兰里面，他也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可是现在问题来了，从2004年美国开始推动一场所谓的叫做颜色革命。我们知道颜色革命呢，其实它是一场，你从好的方面来讲是走向一种西方的民主人权的一个价值，可是你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它也代表了西方是它的一些价值观开始要影响到全世界。我记得在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小布希做一个公开的演讲，他说当时我们在阿富汗或者我们在这个中东地区，我们投入了3000亿美金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投入了46亿的美金，透过什么？透过我们的 NGO 的组织去进到这个所谓的东欧的场域里面去，包括透过 NGO 组织跟这些民间的联系。你也知道，俄罗斯当时的颜色革命最早就是乌克兰的一些一些慈善团体，他们背后的 NGO 所推动的嘛。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一场其实从颜色革命来讲，对美国来讲算是一个大获全胜。可是美国这个大获全胜的情况下呢，他的确这10-20年来，他也改变了很多乌克兰，包括一些年轻人他们的政治认同跟一些身份认同，那就出现一个问题。可是目前还是在乌克兰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俄罗斯裔啊，他们的政治信仰方面，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所谓乌克兰现在的主流的这一种的文化跟政治的一个教育，就是所谓的乌东2省，还有这个克里米亚的地区。那我们也听到了，包括像乌克兰里面也同意了一些亚速营，一些所谓的纳粹组织对他们进行一种身体跟精神的一些迫害。那包括整个乌克兰的方面呢，又去迫害这一种所谓的他们不同政治观念、信仰的这一群俄罗斯人。所以这个东西呢，这是一个趋势，这个趋势看起来是没有办法避免。就像什么？就像中亚的哈萨克，我上次跟你提到，哈萨克经过几世10-20年以后，现在哈萨克里面呢，留下来还认同俄罗斯的这一种传统政治的人是越来越少，而越来越相信西方的民主价值的这一群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同样道理，乌克兰也是经过了颜色革命以后，到现在的2020年、2022年，整个对于一个认同、身份认同方面，包括政治认同方面，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来讲，这几乎是已经是条不归路了。也就是简单来讲，美国西方透过 NGO 的组织，在乌克兰进行的这一场价值观，几乎是已经大获全胜了。老师，刚刚你提到的哈萨克部分，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台湾自己本身。我们待会也会来谈谈台湾。好，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想一想，就是说，这一场的乌俄战争对于各方的影响，包含了乌、中、美、欧。好，我们刚刚提到了对于俄国的影响。那这次布希到了欧洲去，他再次的强调，他认为就是他一直认为俄罗斯呢就是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所以他们透过了刑事的起诉，要来追究俄罗斯的责任。老师认为说这个制裁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因为现在刚刚老师提到说，对于俄罗斯本身，包含它的平民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对于其他的国家，是不是连带的，除了俄罗斯本身受到经济上的影响之外，其他国家其实也会受到影响的？我觉得当然了，整个一个世界因为这一场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而产生非常大的一些影响哈。那我接续我刚刚谈的就是乌克兰人对于俄罗斯来讲，乌克兰人这个趋势
大概已经没办法再回头了。所以他某种程度上对于普丁来讲，就是说这场俄乌这场战要不要打，要打可能就是这个时候了，再不打也没有更好的机会了。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他必须进行一场俄乌的战争，这是他自己在上个月的2月11号出兵以前的时候，他面对他们的杜马、他们的国会进行演讲的时候，他把它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那任何一场战争面对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那当然是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了。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的局势已经是在以往的更糟糕的情况下雪上加霜了。我们知道整个全球化的浪潮大概在最近几年经过了第一次的挫折，就是美中之间的贸易大战。那第二次挫折就是疫情的爆发，那全世界那个贸易经贸的往来越来越疏离了哈。那第三次就是这一次俄乌之间的战争。那俄乌战争一打下去以后，因为俄乌战争的背后是美国，美国根本就不想停下来这一场的冲突。也就是，所以你就发现说，泽连斯基他讲话有时候是东倒西歪的，今天讲黑的，明天又讲白的。为什么？因为这一场战争如何延续下去，完全不是取决于泽连斯基他个人的所可以掌握的一些权利。好，所以在这一场打得越久以后，毫无疑问的，对于俄罗斯它的一个国际形象，它更像是一个他者了。因为整个欧洲就塑造一个印象，说他就是一个他者，他就是一个所谓一个侵略者。那原来对俄罗斯的印象就是持一种保留的态度，他们只是需要俄罗斯的能源，但是他们在整个各方面，除了这个能源以外，大家从来不把俄罗斯当成是一个我者。好，所以他跟欧洲的距离一定会越来越疏远。当然，最后可能只剩下了经贸的，就是能源的联络的关系。那这一场大的制裁以后呢，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个伤痛。也就是来讲，他整个把它打回到了20-30年前以前的俄罗斯的水准。这10年来，所谓普丁所创造的俄罗斯的荣光，可能一夜之间就全部都毁掉了。所以这一场战役，一个最大的输家，当然毫无疑问的就是俄罗斯嘛。俄罗斯嘛。那另外来讲，的乌克兰，我们刚刚讲，乌克兰只是一个代理人。他既不是一个棋手，也不是一个棋子，他把整个乌克兰变成了一个棋盘呢。对，整个乌克兰变成一个杀戮战场。我们看到就说，因为泽伦斯基在最近几乎每隔几天就跟不同的国家的国会也好，或是在公共场合，就是说视讯的一个连线跟演讲，所以泽伦斯基在他国内其实他的民意支持度是很高的，所以对于乌克兰人来说，泽伦斯基可能是一个国家的英雄，但是现在整场以全球的一个视野来看，他在美国的掌控之下，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傀儡。对，乌克兰他也许在表面经过不断的渲染，他好像是一个国家的英雄，但是对乌克兰的人民来讲，对乌克兰这个国家来讲，他可能也会变成一个掘墓者啊，掘墓者。也就是整个这一场战役，其实泽连斯基他也是一个傀儡。你记不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美国希望泽连斯基赶快跑掉，成立流亡政府。那为什么希望流亡政府呢？因为美国如果当时还有心存悲悯的话，知道这一场战争打下来，基本上这个乌克兰是挡不住的。因为为什么挡不住？因为美国已经摆明了不会去出兵嘛，就是美国不会去出兵，我最多给你武器。那给你武器的结果就是要死得很惨嘛。那如果能够政治解决的话，你能够成立流亡政府，然后呢，我对美国的制裁要持续的下去，对俄罗斯的制裁，对俄罗斯的制裁，因为美国最重要的是把你俄罗斯整个给拉垮掉，把你整个给经济的力量，把你整个政治力量给你削弱掉，这是美国长久以来的很重要一个战略的思考嘛。好，这是美国的民主党的，特别像拜登的。当然，美国的内部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像一些战略的思想家，像 George Kennan， 还有一些像 Mearsheimer 啊，这一群所谓的一些战略思想家，他们还有像以前叫布吕辛斯基，他们认为说美国最大的梦魇就是伊朗，还有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如果结合在一起的话，对美国西方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他们认为说，从战略上不要跟俄罗斯采取某种程度的正面的为敌啊。可是像美国还有一些人，而这一种占大多数，就像美国民主党，像拜登这一群人，就是回到我刚刚一开始讲的，他们一直用一种我者跟他者，带有一种讲句不客气的话，是一种文明冲突，或者甚而是一种
整个十字军东征的那一种的心态，他把俄罗斯当成是一个他必须要彻底的消灭的一个他者，这个角度去面对俄罗斯嘛。那这样子情况下呢，美国所采取的策略就是要把俄罗斯拖垮为止。那今天不巧，泽连斯基他又很喜欢扮演他的角色，所以呢，他就认为说这场秀他要继续的秀下去。那他呢，一方面呢又不愿意跟俄罗斯谈，但是一方面呢，美国又不支持他。那你刚刚讲，他现在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去发表演讲，我请问一下，这种演讲除了你累积个人的声望以外，你能够给乌克兰带来什么东西？好，你讲的再多，严格来讲，当你跟美国国会讲完以后，已经不必再讲了，因为你跟日本讲没有意思嘛。对，你跟法国讲也没有意思嘛，跟德国讲也没有意思嘛，你到印度讲也没有意思，你到哪讲都没有意思嘛，因为关键在于是美国嘛，美国才能够帮助你。美国如果真的愿意帮助你，美国北约进来帮你打仗。但是没有啊，但是没有，那美国只是怎么样？我给你卖个相当的武器给你，你这个武器你好好去对抗俄罗斯吧。那好，对抗俄罗斯，那两军发生战争，死的是谁？战场在哪边？都在乌克兰嘛，所以死的是乌克兰的人民嘛。那现在就开始撑嘛，到底乌克兰撑得久，还是俄罗斯撑得久？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嘛。但是不管撑的结果怎么样，撑得越久，对于俄罗斯整个国家受到的伤害会造成越大。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再回头来看，那谁的责任呢？美国当然有责任嘛。你北约不断的东扩，你是逼着别人出手了。就好比说，人家讲你在人家熊的眼睛上不断的戳木棍，这个熊也会发脾气嘛。然后你在东乌的问题，你对于俄罗斯人，你采取这种纳粹化的方式，请问一下，那这种东乌的俄罗斯人，他们做什么样的感受？对他们来讲，俄罗斯大军早就该来了。8年前就该来了，因为拖到现在已经太晚了，所以这一场战争到了最后已经说不清楚了。那当然，我们在台湾某种程度的接受了西方报道比较多，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战争以后的责任的问题，谁是一个入侵者？可是我们讨论问题要把它拉长来讲，谁造成今天这个结果？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来讲，这个世界的混乱，这300年来，不就是西方一直把我者跟他者摆在一个对立面吗？对，但是现在并没有人去指责美国这个谋略者，现在目前并没有哪一方去指责美国啊。我相信一定很多的，也许像俄罗斯的媒体，中国大陆也有很多的媒体，台湾也有像我们这些人一直在提供大家一个思考，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就像王毅他在跟那个习近平对不对？对，不是跟那个拜登在讲的时候，他讲了2个中国的古语嘛，一个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嘛。这代表什么？今天上的俄乌的战争，它不是只是一方要战争就可以战争的。好，今天这一场的冲突，一定的背后的原因是大家可能都有一些责任。好，但是责任的事情，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东西，我们暂时先摆到一边。我们现在应不应该出来斡旋，出来调停，先让这场战争能够把它结束下去，让苍生不要再受苦。可是美国什么角色？美国基本上就不愿意担任那个解铃的角色嘛。真正关键最重要的一个系铃人就是美国嘛。你美国是一个系铃人，你为什么不出来解这个铃？北约5次东扩都是你的主张，要发财军公教的利益也是你美国人赚到钱。都是你参到任何的好处，那请问今天乌克兰人民不是白死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回头再来思考一下，美国真的在国际中它还能扮演什么角色？我今天讲是讲美国，其实我们更大的层次拉到就是西方的白人世界，这个西方的白人，他们某种程度上对这个世界300年来所造成的纷纷扰扰，他们不要负责任吗？今天我刚刚讲，只是西方人把这个白人的立场，尤其像这种像美国现在共和党的一些，还有很多人把 Anglo-Saxon 还加上基督教的，加上白人的，好，这一群人变成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观念，然后一层一层的分，谁是他者，谁是贵他者，谁是更他者，谁是最远的他者，一层层飞得非常的清楚嘛，就像一个同心圆一样，每一层思考。在他们的思考里面，他没有一个像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天下一家，对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要和平相处，这是我们中华文化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啊。可是西方在他的文化里面，你包括像资本主义它的扩张，他就一定要搞一个我者跟他者，那不断的掠夺再掠夺。当然，我相信西方一定有一些好的人，
但是他们的力量当面对这个冲突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些东西就出来了。就像牛顿，像很多西方的哲学家，我们都觉得很了不起。可是你在研究他其他的著作里面，他骨子里面有没有一些民族主义，有没有一些种族主义，都有嘛。推荐你这一台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放在家里面其实也都不占地方，而且呢3分钟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神。1瓶的电解液呢，就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中天有独家的观众的好康，你可以上快点购